给你脸了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朵朵，宋晨曦，警察快要来了。等不及了，我先下去找朵朵。汪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过来跟你告别。什么意思？你们？没错，就是你想。罗生姑，当年你对我父母有救命之恩，所以我嫁给你的这7年，无论你带多少个女人回来，我都可以忍着。现在你想离婚，大可以直说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去地狱问你妈吧。老公，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谁允许你当我老公的？有人掉下去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救救我！你在哪儿？所有知道我秘密的人都得死。宋晨曦，接下来就是你那个植物人刚苏醒的父亲了。有人掉下去了，快报警！快来救人！快救人呐！你们谁来救救我的老婆跟孩子？晨曦呀！别着急，我们已经报警了。我的孩子！天哪，孩子竟然还活着！这么细嫩的手，不是我的。我竟然重生成了江柔。醒了，这都能活？醒了，你都记得什么？记不清了。宋晨曦呢？死了，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。那不如就利用江柔的身份，让这个渣男付出代价。那个贱人死有余辜。既然捡回一条命，那就好好珍惜。况且，你弟弟在替我坐牢，以后我不会亏待你。坐牢？宋晨曦的死可以替公司吸引一波热度，而你，只要你替我永远保守住车祸的秘密，我就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。什么秘密啊？走了，我现在是江柔。好的。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入药了？可能是刚醒过来，有一点。难道？何先生，江小姐现在有轻微脑震荡，会出现渐进性失忆，请你不要刺激她。现在是合适的上升期，你要是敢泄露秘密，就跟宋晨曦一块儿去死。我去准备宋晨曦的后事，这几天就不要见了。何生国，你们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晨曦，你是我的挚爱。你说，
你最爱这片东湖，现在你可以日日夜夜都看到它了。何总还真是痴情啊！结果夫人带孩子出去游玩，却出现了意外，失足掉下悬崖，导致孩子痴傻了。唉，真是报应啊！快多拍一些，明天何时又要上头条了？哎，好一个颠倒黑白！何神姑，你杀人犯，你害了我的妻子，为什么还不放过我的女儿啊？何总岳父为什么这么说？难道有内幕？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让你清白自己出去见你的孩子。各位，我岳父住人7年了，刚苏醒，脑子还有点不太清楚。这样，我带他回去疗养，等我爱妻头七那天，就是我们何氏新品发布会那天，我再来邀请各位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我还以为有什么猛料呢。早年听闻宋晨曦父母车祸是何总救了他们，结果宋晨曦死缠烂打，何总这才把他娶回家。现在看来，这宋金山呀，多半又要讹钱，真是蛇鼠一窝。昏迷的这几年果然有意识，当年就不应该让你活着。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晨曦呀，他马上就回来了，咱们啊给他好好补补。这都听你的。哎，有人！酒家庄人可是要坐牢了，好像还有点气。要不咱们下去看看？晦气！你现在跟小树同时竞争屋子管理权，绝对不能出现意外。哎，何总，去自首吧，每年100万，记得把那个也处理掉。宋晨曦要是知道他给他的杀母仇人洗衣做饭、结婚生子，会是什么表情？畜生！我要杀了你，给我女儿报仇！自不量力，干脆现在就让真相烂在你一个人的肚子里。爸，谁？是我。不是让你这几天不要出现吗？生姑，人家不是这几天太想你了吗？你刚才的表情，让我想到了宋晨曦第一次发现我出轨的样子，恶心。等等，你哭了？我这不是马上要当何太太了吗？太激动了。何师傅，你畜生！晨曦，事故未寒，你就和这狐狸精调情，你。江柔，过来！以前都是我在医院烫的，现在给你个机会。原来爸身上的烫伤不是罢官导致的，他这个骗子！磨蹭什么？高男女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动手啊！晨曦，你知道爸爸在医院听见你哭诉，我心里有多难过吗？别挑战我的耐心！我恨不得立马我就站起来，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！动手！我一定杀了你们！快点！啊！好，
我现在就去公司宣布，你就是新品的负责人。7天之后，和我一同出席发布会。想对我使苦肉计，做梦！我死也要揭穿你们的嘴脸！就凭你，无凭无据，这辈子都别想翻掌罗生谷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好好伺候何总，拿点钱还能留住你爷孙。生谷，你不是已经出去了吗？我不回来，怎么能看到你这么用心的维护我？你是知道的，我有多爱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江老，我从没给过你大门的密码，你是怎么进的？我之前想上门调查宋晨曦，无意间发现他按密码，我就记下来了。也对。只要你好好听话，我会认真对你的。看就交给你了。既然要卖惨，那就卖得彻底一点。既然你这么重视新品发布会，那我就让你对它刻骨铭心。老公出院，已经1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我得想办法让他吃一点。间接性失忆，竟然能记住大门密码。我就是死也不会接受你的施舍。只要我活着1天，我就要为我女儿报仇。爸，相见不能相认，女儿不孝。蠢货，你死了，你认为何豆豆还能活多久？混蛋！你不能碰我的朵朵！我吃，我吃。何生顾今天故意把爸交给我，就是为了试探我的态度。宋晨曦，小不忍就乱大跑。想吃，爬过去啊！可杀不可辱！有骨气，你都需要你的外孙跟你一样。我吃，我吃！你们不就是想折磨我吗？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冲我来！不能动朵朵，朵朵是晨曦留给我的唯一亲人了。磨蹭蹭，现在想吃，搬走！这点把戏，继续。爸，我给你喝的是营养液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看着我复仇。那就先等到你活到那天再说。屁！这水的味道怎么不一样？倒像是医院的营养液。学费又得靠爸爸去借了。晨曦，爸爸，对不起。朵朵。
爸，不吃。多多刚做完手术，为了卖惨就将他接回家。何生谷，你没有心。多多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是不是爸爸提前把你接回来了？别怕，多多，我是……爸爸，好高啊！我不想看海了。看海？何生谷，朵朵可是你亲生女儿啊！宝宝，别怕。我嫌他太吵了，过来给他喂些安眠药。让他哭，他哭得越惨，何氏就赚得越多。你手机怎么样？今天你也看到了，摔坏了。手机坏了就扔了。这2天收一收你的骚劲儿，你代表的是何氏的脸面。好好准备。妈妈，多多，再等等妈妈。江云，多亏我成了你，不然还找不到何生谷犯罪的证据。可是你让我扔的，那东西泄露了，可不怪我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滨海快讯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何氏的新品发布会，请看现场报道。就是我爱妻没能看到这发布会，但是好在我岳父现在醒过来。小叔，水治好了。爷爷说你一回国就过来帮忙，多谢。你想多了，侄媳妇去世，爸爸让我看着你别闹出动静，或者合适。这个东西，当年突然退出竞争管理权，如今老爷子刚说要宣布离生，就又回来了。生谷哥，何朵朵和宋君山，我已经带到现场了。我已经警告过他们，发布会可以随时开始。感谢各位的到来。今天是我爱妻宋晨曦头七，我本想推迟今天的发布会，但一想到这是全公司的心血，我身上又背负着何氏集团全体员工的生计，我不能意气用事。我想晨曦的在天之灵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。也太深情了，本来就是宋晨曦咎由自取。意外无情，人有情。今天发布会前，我以晨曦的名义成立了何氏慈善意外专项，希望能给更多因意外带来伤害的人带去帮助，也算是为晨曦积德了。这何总对宋晨曦也太好了吧？何生谷，你得意不了多久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我们何氏今天发布的这款产品，就是可以和植物人进行沟通交流的。能和植物人交流，前所未有啊！这是真的吗？当然，这款机器现在已经进行发布预售了。何总，预售已经超过500万台了。什么？1000万了！1000万台啊！爷爷说过，
只要我这次成功，我就是何氏唯一的继承人了。晨曦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各位，现在我们就正式的看一看这款产品。当你插入 U 盘那一刻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宋晨曦，你们一家可真是我的福音呢。生物哥，宋晨曦那个黄脸婆在手上，我怎么不懂？王启东行为过，知名总裁，议会公司秘书，头条啊！不要听那个什么，该让吗？上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何生顾，这只是一点见面礼。我嫌他太吵了，过来给他们加冕。天哪，这何总不是向来温和善良的吗？这怎么能做出吃人血馒头的事？员工呢？快点！让他哭，他哭得越惨，何氏就赚得越多。喂！大家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我们系统出现点小问题，需要调试，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何总，请问你是妻子死后耐不住寂寞出轨，还是早就出轨了？何总，你们为何总做安眠药，就为了博取同情，是真是假？这是意外，意外。报应啊！宋先生，请问您是否知道什么内幕？我当然知道，当然知道。何生顾他，你外甥女的痴呆你还记得吧？今天这个场合，你要说错一句话，她的药没了，命也没了。何生顾他对我女儿情投意合，对朵朵关爱有加，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相信他的人品，这个视频一定是假的。何总，产品突然被大规模退单，已经少了700万订单了。如果不给出合理的解释，将永远不会购买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一定是有人搞鬼，去查一查，看看怎么回事。我有话要跟大家说。没事没事，我警告你，视频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要是回来发火。生顾哥，我一定要向你证明，我才是何太太的最佳人选。我再找你算账。何生顾，欢迎走进我精心为你准备的陷阱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柔，何氏集团的秘书。江小姐，你突然从秘书空降成为产品代理人，请问你真的和何总发生关系了吗？我跟何总清清白白，网上的视频分明是竞争对手的恶意捏造，谣言止于智者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凡是散布谣言者，都将会收到何氏的律师函。我一直都把宋晨曦当成好姐姐，朵朵我也是看着她长大的。她从小体弱多病，生顾因此付出了很多。至于音频里的内容，这完全都是断章取义，死者为大。我希望大家看在姐姐的份上，不要胡乱猜测，以免伤害了朵朵和宋叔叔。到现在还想吃晨曦的人血馒头。很抱歉，让大家看到这次恶劣的商业竞争。我宣布，凡是今天预订商品的用户都将享受5折优惠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从中抽取3名的患者，由何氏全权负责治疗。至于今天的闹剧，我向大家保证，3天之后我们一定查明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何总，订单上涨了。何总，订单变成了之前的2倍，还在涨啊！想不到江代理确实有2把刷子，这么厉害的人，怎么会成为别人的小三儿？这场闹剧不会也是他们的宣传方式吧？什么宣传方式？他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？
有趣。孙木，你小叔也回国了。如果这件事你不能彻底处理，影响到何氏的信誉，那我真的考虑这管理权是不是该换人了。何总，订单翻倍了，江小姐这招太厉害了。虽然是5折，可我们也是赚了。这次危机算是过去了。过去了。何氏的股票跌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件事情要解决不掉，你老爷子能撤我的职。U 盘怎么回事 ？U 盘是何氏独有，而且1个小时前我试过，没问题啊。是不是被调包了 ？U 盘一直在我这里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自己掉了我自己的包？生顾哥，记者我已经安抚好了，只要3天之后。那视频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流传？那视频是想让宋承熙知难而退，好让我当何太太。我手机坏了，是你让我换掉的呀。不听话的留着也没用。好，掐死他！奸夫淫妇，你们也有今天，最好一起死，给我女儿陪葬。这个眼神为什么这么熟悉？何总，江秘书刚才给记者承诺3天后出席澄清会，他不能有意外啊。生顾哥，我和弟弟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呀？我已经安抚好记者了，只要3天之后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好了。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，尤其是那个何庭修。何庭修？我说他怎么一直盯着我的口袋？检查 U 盘，U 盘有何氏独有的编号，我倒要看看 U 盘的主人到底是谁。对，就算不是何氏的，只要有编号在，就能查到购买方，就能顺藤摸瓜，锁定是谁想害我们。快找 U 盘，一会儿再收拾你。时间匆忙，我把 U 盘贴到了桌子下。何生顾还没有入狱，我绝对不能暴露。不管你是不是故意，我都要借这个机会让你们自相残杀，替晨曦报仇。何总，U 盘不见了，不见了，还能长了腿儿？查监控！何庭秀，他一回来我就出事，要真是他干的，我饶不了他。江柔，这件事情是因你而起，我要是查不到真凶，就只好把你交出去。何神顾，你是找不到 U 盘的，他已经被这个贱人藏起来了。你胡说什么？视频是你拍的，音频分明是在家里录的，不是你，还能是朵朵？我亲眼看见他把这 U 盘提走了。哈哈哈哈！何神顾，你也有今天。你背叛了我的女儿，现在你的情人也背叛了你。他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也没有当上何太太，指不定他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把你的信息透露给你的仇家，投靠别人了。爸，你手机这么亮着？当时家里只有你我，还有这个老不死的废物。原来你那个时候在录音。你个老不死的，你竟然
想害你，我就不可能给你当情人这么多年。而且那个视频里还有我，传出去了，我该怎么见人啊？那天他也在何家，说不定他捡到我的手机，是他录的音，他就挑拨离间。胜谷哥，我录视频是想威胁你让我当何太太，这些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而且那天晚上你也看了，我手机里根本就没有录音，是你让我换的手机，才让人有机可乘的。再说了，我根本就没有 U 盘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！撒谎 ，U 盘就在桌子底下。胜谷，是不是你？一看便知，刚才你就鬼鬼祟祟的。要 U 盘真在下面，别怪我不念及江涛的旧情。挪开！何总，没有，是谁捡走的？不可能！胜谷，我为你付出了一切，你居然相信一个外人！你要是这么怀疑我的话，我干脆辞职就好了。这东西，你还敢挑拨离间？没骗到你们，太可惜了。你最好打死我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不会放弃替晨曦报仇。想死是吧？那我就成全你，给我打！留着你也没什么用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慢着，胜谷哥，现在外面的人都造你谣，说你虐待老人和孩子。如果现在被有心人记录下来，再想洗白就难了。而且3天之后，让他们替你澄清，才是最好的公关手段。今天的事情，谁要是敢说出去，就别想在何氏立足。何总，找到了，我们在监控里看到了 U 盘的下落。在哪儿？在何总，您看，就是这里。如果被拍到我提 U 盘，那我还怎么在3天后彻底揭露何生谷的罪行？何总 ，U 盘被人无意踢到了主机旁边，但您小叔不小心把它踢进了保洁的铲子里。我们通过调后面监控发现保洁直接把它扔进了下水道了。混账！果然是他，一回来就给我耍阴招。何庭修，给我等着！胜谷哥，我跟我弟弟都搭在你身上了，我怎么可能背叛你？可千万别被别人利用了。这张卡不限额。3天后的澄清会，马上出来。胜谷，医生说爸爸的身体已经开始好转了，只要长期注射特效药，肯定能苏醒。求你了，这20万就当是我借你的。你知道你爸花了我多少钱吗？没钱，要钱就得出去卖。原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苗头，是我太蠢，以为真的是自己花钱太多，导致爸爸被折磨了那么久。宋君山他们要是不听话，就送他去见宋晨曦。至于何庭修，我会找他算账。U 盘呢？难道被水冲走了？何生父现在对我放开了公司的权限，他已经信了我，只要我拿到他和江涛的踢腿协议，就能报仇雪恨。至于何庭修，你替我背黑锅的恩情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你是在找这个吗？何庭修明摆着是来争继承权的，你平时爱玩女人就算了，可是这个项目是老爷子最看重的，
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出丑闻。还是他爸，别老说生顾，咱儿子已经挺努力的了。都是让你给惯的，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哪有一个大集团继承人的样子？是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难道跟你这个过继的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你要是跟何廷修一样，是爷爷亲生的，我至于像现在这么惨吗？你好了好了，家人要团结。当年何廷修是看着生顾结婚的时候才放弃管理权的，谁知道后面突然回来了。我不管他是什么目的。你必须马上给我开除姜文，表明你的立场，让宋君山那个老畜生替你澄清。怎么开除啊？他弟弟现在是在替我坐牢，他想要的不过是个何太太的位置，给他就是了。况且现在还是有点命的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应该是我问你吧，你害得何氏估值动荡，现在却这么冷静问我想要什么，有趣。难道你们小三都这么自信？想让我闭嘴很简单，告诉我，到底是谁害死了宋晨曦？无可奉告。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难道真是你们害死了宋晨曦？别担心，我不是想拆穿你，我是想帮你。你也知道，我跟何生库不和，当年我这条腿就是被他害的，坐了4年轮椅。而宋晨曦沉着冷静，不可能失足坠崖。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报仇，我现在就想知道宋晨曦到底是怎么死的，从而拿何生库的把柄，成功拿到继承权。那就要看你的诚意了。这些够不够？这个是何生库在这些年在慈善基金会贪污的赃款。我想，一个在大众面前能自毁名利和名声的女人，一定不会是想和何太太。我在你的眼神里看到了你恨她，和我合作，一起让何生库出去。我在公司准备澄清会的事情，你喝酒了？刘儿，今天是我不对，江哥快出狱了，你让他签署一份保密协议，我再给他500万，够你们花了。晨曦，你一定不是意外死亡的，对不对？何总，感谢何氏集团出资建设母校，这是本次资助的名单，都是非常聪明但家境困难的孩子，我已经把他们都叫过来了。你看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就在上面签字吧。校长，是你找我们吗？是他，你去休息吧。同学，你是低血糖了吗？吃点这个吧。早认识你，可还没来得及向你表达心意，就结婚了。我只好退出争夺继承权，可谁能想到，反而害了你。林欣，你是一个好妈妈，我一定会为你查明真相的。心死了，这个警察！我刚死就迫不及待和江离发生关系。记不住，爽爽，
说！爸爸，我说。废物，这点词都背不住。何神顾，你个畜生！朵朵还是孩子，你怎么能下得去手？朵朵，别怕，外公保护你。外公，别着急，也有你的词儿。哎，说宋晨曦水性杨花，到海边约会情人，才让何朵朵坠崖，是我不离不弃的照顾你。还有，那些视频都是假的，宋晨曦死有余辜。你让我污蔑我的女儿，你不如杀了我！看来得用点手段才行，是吧？啊！3，何神顾，我一定杀了你！2，晨曦呀，爸爸对不起你们，让你和朵朵受了7年的折磨呀！1，中国。圣顾哥，你再打下去就留痕迹了。3天之后的澄清会，记者发现了该怎么办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他不是口口声声说爱宋承曦吗？既然这么爱，就把他女儿的骨灰取出来。他再忤逆一次，就取出一点骨灰喂狗，让宋承曦。狐狸精！何总，夫人的骨灰已经取回来了。畜生！我女儿已经死了，你们为什么还不放过她？不要动我的女儿！那就把它撒在这里，给我的草施施肥吧。是。住手！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晨曦啊，爸爸没有。爸，如果我的骨灰能让你免受打骂，也值了。看来还是你的办法有用。现在就差你的赔钱货。申顾哥，我早就看秦火不顺眼了，要不然你把它交给我，我保证把它治得服服帖帖。你现在怎么这么迫不及待？我这不是想多了解一些事情，早点嫁进来，好当何太太了。好，那我明天来检查成果。奸夫淫妇，不准动朵朵，不然我就是死也拿你们垫背。爸，朵朵，你们再忍耐一下，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。喂，想知道宋晨曦的死因，就必须支开何生谷，让我拿到书房的指纹密码。看来晨曦的死真有蹊跷啊！伤害过他的人我都不会放过，包括你，江流。我女儿宋晨曦生性放荡，不检点。说，澄清会上该说什么？我妈妈她嫌我太吵，喂我吃安眠药，不让我去医院，是爸爸治好的我。喂，哭什么哭？妈妈，我要妈妈。你妈已经死了。你小叔回来了，你到老宅来一下。明天的澄清会，让他过去帮你把关。我看就是让你放权。圣顾哥，你去吧，这有我呢。除了让宋君山替你作证之外，我还联系了当年被何氏慈善捐赠过的机构，让他们替你证明。至于音频嘛，我已经联系了最好的团队，到时候就让他们一致对外宣传是合成的。宋晨曦那个废物，
真是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事成之后，叫何太太。发布会上闹成这样，如果不是你的代理人处理的及时，何氏的股份还不知道跌成什么样子。明天的澄清会，听修也去，免得你搞出什么事端。爷爷，上次发布会就是他。够了，自己办事不力，还找借口。听修是你的长辈，要团结。这是你小叔从国外带回来的上好的茶，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，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大事，喝杯茶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大侄子怎么不喝呀？难道嫌弃这茶不符合你何总的身份吗？君子成人之美，既然小叔喜欢喝，多喝点。那就多谢贤侄了。喂，我妈妈她喂我安眠药。朵朵真聪明，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一定要在澄清会上，我点头之后你才能说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妈。朵朵，朵朵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妈妈，妈妈，朵朵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发现你知道我是你的妈妈。接下来妈妈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要认真听，只有这样，妈妈才能永远留在你身边，知道吗？指纹已经录好，来取。妈妈，你妹妹还在，为什么他们都说你死了？朵朵，等我。妈妈，妈妈。江涛，我来看你。姐，我马上就出狱了。何总说他打点好了一切，会照顾好我们下半生。真的吗？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这是何总打的？何生顾他打你了？当初他说好会好好照顾他家人，结果他就这么对你。要不是我，他当初的慈善项目也不会成功。安静点。也怪我，当年怎么就让你替他坐牢了？当年的事情我没和你说过呀。啊，我当时其实已经猜到了，我弟弟这么优秀，怎么可能干出违法的事情？姐啊，还是你了解我，你不知道当年那晚有多吓人。我现在每每想起来，还会怕他做噩梦。算了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没必要瞒着你。当年他是故意那子宋晨曦的妈妈，结果他看宋晨曦长得好看，又是高材生，想着会引来舆论，才让我给他顶了罪。弟弟，你别怪何生顾，我爱他。宋晨曦已经被他推下悬崖了，只要我们听话，他就能让我当上何太太。死了？餐厅时间到，回吧。不行，姐，你不能嫁给他，他能杀了宋晨曦，他就能杀了你。姐，你不能嫁给他，姐，你听我的，你不要嫁给他，我跟了他几十年了。接下来就是拿刀提罪协议。生顾，
你小叔回国也得有点事情做，你先把管理权交给他，好好去准备澄清会。如果这次再搞砸了，我只能给你公司10%的股份。至于管理权嘛，你就不要再插手了。你心情好，给点钱吧。滚开！不要挡路。只要再拿到替罪协议，还有江涛的口供，我就不信他还能逍遥法外。保单替罪，妈妈，对不起，让你等了7年，天，我一定要揭穿那个畜生，为我们报仇。怎么不开灯？你回来了，生木哥。这是你澄清会的资料，我一直帮你守，没有人动过。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热饭。柔儿，谢谢你，今天在老头子那里受了一肚子气，饭都没吃。我为你洗衣服做饭7年，得不到一句谢谢，你却这么廉价的给了别人。我会好好看资料和视频，绝对不能再出错。只要明天顺利，风头一过，我就和你领证。我们去国外，我给你准备世纪婚礼。生顾，我们不准备婚礼吗？最近慈善项目太火，我忙得很。再说了，我不也是想赚钱替你爸治病吗？体贴我一下。差一点就拿到替罪协议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明天见。何总到底有没有虐待儿童啊？我看没有，真要虐待，他就不会做那么多慈善。当年司机撞死人，是他帮助宋晨曦抓住肇事者，最后还娶了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女人。这吃糖的习惯，爸爸，互联网加项目马上就要出获奖名单了，我好紧张啊！快给我上糖吃，我冷静一下。好了，一定是这贱人迷惑我的手段。晨曦，爸爸打算跟这2个畜生同归于尽，这样就没人敢欺负朵朵，也能为你报仇。今天我要你保护宋金山和何朵朵的安全，你要的真相，我会在台上给你。他不是小三吗？怎么在意晨曦的家人？各位，今天我将就近日的谣言做出澄清。何总，请问网上说的您出轨和虐待孩子是真的吗？何总，因为您上次的出轨视频现在爆出，您对宋晨曦其实并不好，当年救济他们完全是为了推广何氏慈善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我对晨曦和孩子的爱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我知道口说无凭，但是我的亲生女儿何朵朵和我的岳父愿意出面替我证明。你们说我慈善造假，我也邀请了部分接收到何氏慈善援助的人群来到现场，我还邀请了最专业的计算机团队
他们会公正地证明视频和音频都是假的。一切都尘埃落定了。何总给我们看过视频，确实有剪辑的成分。我们也收到过一些善款的打款通知，金额从几万到100万不等。宋君山先生，请问何生姑身为你的女婿，网上疯传的那些，您是否知情呢？何小千金，请问你爸爸在家里平时对你怎么样？是因为你妈妈带你私会，使你不小心坠崖吗？我爸爸妈妈很爱我。宋君山先生，请你回答一下我的问题。何神父他没有出轨，是我女儿不检点。看来真的有人陷害何总。何总，不好了！网上爆出你虐待乞讨者的视频，爆料者还说夫人一家也是你害死的，并且将在10分钟后发送你犯罪的视频。晨曦一家人都是被何生故害死的，这就是江柔给我的答案。真的是何总，他竟然殴打乞丐！难怪宋先生和小千金说话勉勉强强，我还以为是不愿意提起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没想到宋晨曦是何总害死的。这些都是危言耸听，是我昨天太思念晨曦了，喝多了酒，不小心误伤了他。我现在让人联系他进行赔偿，但是说我害死晨曦，那根本就不可能，一定是上司又想栽赃陷害我。各位想想，我如果真这么不堪，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愿意为我证明呢？对呀，这么多人帮何总说话，总不可能都是假的。要真是何总害死了宋晨曦，宋晨曦爸爸和孩子为什么还替他们说话？多多，你爸爸他不是一个好人。长庆会那一天，只要妈妈一点头，你就站出来告诉大家，是爸爸出轨的江阿姨，爸爸害死的妈妈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保护外公，保护你，保护妈妈。不是，是爸爸跟江阿姨把我扔下悬崖。是谁教你这么说的？我女儿神志不清，又犯糊涂了。我没撒谎。各位，我女儿自从晨曦死后就精神不正常，他们可以为我证明。关于何总，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。这些年，我们虽然收到了一些打款通知，但是一笔钱都没有到账。何生故，你让我福利院的孩子帮你宣传，说凑够了100万就捐钱治病，可是我们收到的只是打款通知，1分钱都没收到。你还威胁我们，说我们只要敢说出去，就让福利院关门。何生故，就是因为你的拖延，那么多孩子都耽误了治疗啊！我也有话要说，视频经过我们团队的核实，确实是真的，但是时间的长短经过了剪辑，画面和声音全部属实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何总，你找的人现在都在指控你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何总，他们说的话是真的吗？您虐待儿童、虚假营销都是真的吗？不对，这些都不是真的。大家快看，网上发了个视频，说宋母是被何总酒驾故意碾死的。啊！是监狱里的江涛，说是何生故酗酒飙车撞死宋晨曦母亲。当年他是故意碾死宋晨曦的妈妈，结果他看宋晨曦长得好看，又是高材生，他想着会引来舆论，才让我给他顶了罪。何生故，我退出竞争是为了让你好好对待，没想到你为了利益，你却无视他人性命。晨曦，要是知道真相，你该有多绝望了。怎么回事？江涛在跟谁说话？不对，他现在跟我是一根绳上拉着。宋君山也确实听话了，到底是谁跟我过不去？原来至始至终，受害者都是宋晨曦啊！我们都错怪宋晨曦了。假的，这些都是假的。何生故，体面人人设这么快就稳不住了，好戏还在后头。何总，不好了，新品已经全部被退款，现在我们的预售为
和盛固，现在股票全部跌停。我不管你做过什么阿杂的事情，如果不立即制止，我开除你！爷爷，你听我说。是你。上次的 U 盘也是你搞的鬼，大家不要被误导了。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何廷修为了得到何氏继承权使用的下作手段。何总，江涛是你曾经的司机，你对他的指控作何解释？你真的撞死了妻子的一家，然后又颠倒黑白，让他对你感恩戴德吗？何总，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还是何氏的另一种营销手段？宋老先生，请问江涛说的都是事实吗？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您从来没为妻子说过一句话？何生固，你在害怕什么？难道宋晨曦真是被你害死的？宋老先生，有什么话你就请讲，我绝不会袒护他。为什么他对我的死这么在意？爸爸，等你说出真相，我再以何生固亲近之人的身份替他认罪，拿出替罪协议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这些都是假的。各位，什么车祸，什么替罪，这都是假的，这不过是何生固的营销手段罢了。上一次他用这些手段获得了1000万订单，今天想获得1万订单吗？爸，还想再吃晨曦的人血馒头？做梦！他在骗人。这个是何生固慈善作假的资料。明天何生固的丑闻爆出，只要你们肯出证，扳倒何生固，就能拿到他托献给你们的钱。大家都听见了，连爸都这么说。如果我真的害死宋晨曦，他父亲又怎么会包庇我，来替他说话？是啊，你最好说说到底是谁让他们这么说，我可别想在这个行业混。宋老先生，您有什么难言之隐尽管讲。难道你想要晨曦背负一辈子骂名吗？外公，孩子该去医院做康复了，何先生。过来。我要为晨曦报仇，必须把朵朵支开。我来替他说，晨曦刚去世，你们就3番2次的戳爸爸痛处，这明显是有人污蔑。你说我慈善作假，你有证据吗？上次是 U 盘，这次污蔑我，小水，你想要继承权，我让给你就是了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！原来是为了争夺管理权。如果真的像何总所说的那样，那他小叔也太可恶了。何生固救了宋晨曦，婚后还一直照顾妻子父亲，甚至为了他父亲都能研发出与植物人交流的仪器。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杀亲虐子呢？这何廷修手段真卑鄙呀！先是诬陷何总和江柔勾结未果，现在又说何总杀妻做假慈善，那为什么他们不拿出证据？而且宋君山还帮着何总说话，看来是我们误会何总。何总，订单更新了，又有人预购了。这果然是他们的营销手段。小叔，我一定要把今天的一切都告诉爷爷，你知道后果的。我明明已经把慈善作假的证据交给江柔，难不成他之前恨何生固的表现都是假的？请问何廷修先生，据说您当年主动退出管理权，现在回国是不甘心吗？我不在乎什么继承权和管理权，我只想知道一件事：宋晨曦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早就说过，晨曦是意外坠亡，倒是你从一开始就对我妻子特别关注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听说何先生给何总夫人的母校捐过楼，还合了照。何先生从一开始就关注宋晨曦，该不会是喜欢他？所以他当年放弃争夺管理权，也是因为宋晨曦。现在因爱生恨，回来报复何总。哦，这一切都是说通了。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只是可惜了，宋晨曦从一开始到死，都只爱着我一个。所以
你把最爱你的人杀了。正午哥，别冲动，别现在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也只是玩一下而已。已经做那些，太废了。江柔，我本来想放你一马，现在看来没必要。替罪协议还在保险柜里，怎么办？看来只能破釜沉舟了。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想法？何朵朵那个废物能说出那些话，一定是有人教他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得收拾他。各位，你们也都看见了，连爸都说网上那些东西是假的。自从朵朵吃傻以后，经常说胡话，有时甚至把江秘书当成妈妈。他说的话完全都是不可信的。可是现在这些所谓指证我的人，连证据都拿不出来。小叔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你也不能拿何氏开玩笑啊！这可是爷爷的心血。这小叔真不是人啊！就听何总意思，上次的 U 盘也是他换的，可不是吗？要不是今天宋君山先生站出来说话，肯定就被他得逞。你说不是？U 盘里的视频我找人检查过，没有作假。江柔既然想揭发他，为何扣着证据不发？难道真的是增加销量手段？不过江柔，你也是伤害晨曦的一员，不会真的以为我给的资料是真的吧？这个是何听修给的和生部慈善作假的资料，你们放心，只要和生部下台，何氏就会迫于压力把欠你们的钱给你。至于新闻，你们照实说就好。为了不愿孩子能够顺利拿到钱度过这个冬天，拼了！谁说我拿不出证据的？我手上全是和生部利用慈善作假的证据。这些年，和生部他打着慈善的幌子，利用我们做宣传，可是答应我们的钱，一分都没有到账。啊，你们看，这全是和氏的流水，这钱全都到了他和生部私人的账户上。何氏的公章，你们在哪儿找到这些资料的？何氏做假账？不太可能吧？何氏基金会可是咱们国内数一数二的慈善基金会啊！看江小姐那个神情，难不成这个是真的？他简直被他骗了，视频造假，音频造假，区区几份资料更是不可信。何总，你不会连自己公司的公章都不认识吧？何总，你对这些数据做什么解释？如果何氏慈善是假的，那么您当年帮助宋晨曦一家的事情是不是有什么秘密？江涛的视频是不是真的？请问这笔钱的最终流向是哪里？江柔，你身为和生部的贴身秘书，刚爆出坐牢的江涛是你弟弟，你是否知道什么内幕？此刻我只要站出来，一切就结束了。我现在是江柔，万一出事儿，朵朵怎么办？这些数据都是机密数据，没有管理权限的人根本不可能找到。这是怎么流出来的？他在玩什么花招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何天秀说过，只要我告诉他真相，他就会替我照顾爸爸跟朵朵。我的确知道这些证据是假的。这些证据都是何天修亲手给我的，还能有假？何总，这些数据有零有整，还有公司的公章，不像是假的呀。问题就出现这些公章上。我们何氏的电子章是特制的，在光线下，从侧面看能看到何氏集团4个字的暗纹，而这个没有，还真没有。这是某用户购买我们何氏集团的产品留下的电子发票，各位请看，还真有这4个字。这么说，今天的一切是有人故意策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搅黄何总的生意。听说最近何氏集团要宣布继承人，难道是何总的小叔子何庭修？是谁？问一问他就知道了。说，
是谁指使你过来，给我造谣污蔑？我没有撒谎，我们福利院从来没有收过你们何氏的1分钱啊！希望你看到你们福利院解散的时候，何世固，孩子们已经无家可归了，这马上要冬天，你不能……王院长贪污腐败，我作为福利院的创始人之一，有权利宣布福利院停。我说，他骗我。何老董事长到。爷爷，网上传的沸沸，我们何氏做生意讲究的就是良心，你连良心都没有，谈什么继承何氏？何董，刚才何总已经证实过了，这些证据都是假的，而且何总已经抓到了真凶。真凶在哪儿？在爷爷，你说过，只要是谁搅黄了这个项目，您就会剥夺他继承人的资格。孙子斗胆问您一句，这话还算数吗？当然。那好，王院长，只要你说出是谁指使你过来造谣污蔑的，我立刻给你们汇去1000万。此话当真？有我在，没人敢骗，但说无妨。要是我暴露了，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揭露当年的真相了。院长，是您找我们吗？晨曦啊，来，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，说是咱们学校的资助商何总，你赶紧给何总说说咱们自己的情况，一定要好好表现啊，说不定何总还会资助你出国呢。是他。何腾修，是他。得力的木须，怎么是你？他不是帮何总力挽狂澜，不是他。他弟弟撞死人，是何总亲自出面安抚赔偿。何总替他弟弟解了那么大的麻烦，他怎么会背叛何总？莫非这其中另有隐情？是我。奇怪，为什么看见他痛苦的表情，总忍不住站出来？他为什么要帮我？弟兄，从小我就教育你们要团结，可是你怎么老算计你的侄子？我这不是算计，销量暴增，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何总，现在产品虽然风评不好，但是今天我们产品的访问次数已经高达5亿次了，还有超过1半的人加购了。晨曦才死没多久，就被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利用。你走的这几年，全靠生物的慈善机构拉了不少投资，这件事我看就算了。算了，爷爷，那继承人既然已经真相大白了，3天后我会亲自主持记者发布会，宣布继承人是。我做了这么多，没有揭穿何生谷，反而让他成功当上继承人了。我化险为夷，高兴了。一开始我就觉得奇怪，何朵朵和王明杰都是你在监督，就算他们被小叔收买，你不可能一点都没有察觉。生谷哥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布置会场流程，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你看宋金山，他就没有出错，这江涛的事只有你我知道。这视频是怎么回事？你从一开始醒来我就觉得不对劲儿，难不成是投靠了何廷秀？生谷哥，我怎么可能投靠他啊？我都跟他有亲了。我马上派人去监狱调查江涛的探监记录，你最好没骗我。劫富淫妇，我要给女儿报仇！
你们杀了我女儿，要给我女儿赔偿！生虎哥，现在知道我对你的真心了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宋君山说，何总和江秘书害死他的女儿，大新闻啊！何神谷，你骗了我女儿7年，你知道晨曦跟我哭诉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有多难受吗？我要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！宋伯父不可能说假话，甚至说江柔刚才爆出来的视频都是真的。可江柔为什么一会儿要揭发何神谷，一会儿要保护他？父为子刚，我看宋君山并未造假。这么说，江涛和何总总说的话都是真的。各位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，我会调查清楚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工作人员呢？送客。怎么回事？你们这些吃人血馒头的，我不会饶过你们！妈妈，朵朵，你不能认这个贱人当妈妈！她就是我的妈妈，妈妈。老天爷呀，晨曦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让我的外孙女神经错乱，认贼作母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说都是假的吗？爷爷，朵朵她精神失常，才教错了母亲。岳父他也是因为失去女儿之后他才脑子不正常的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听得不？放心，我一定会听你的公道。何生谷，当事人回避，这里不用你管，我会让孙修查清晨曦的死因。你现在立刻把江秘书送去医院，等他醒了，我会亲自审问。爷爷，刚才那么多狗仔都看着你，如果在我们这个地方发生了意外，何氏彻底完了。啊，你越认犯了，这里交给我，快到八区院。宋伯父，你刚才说江柔和何生顾害死了晨曦，可是真话？晨曦，爸爸对不住你，爸爸和妈妈连累你，嫁给了这个混蛋，你没有保护好朵朵，我要杀了他们！我要杀了他们！何先生，何总说他精神出现了问题，小心被误伤啊！朵朵是晨曦的亲女，如果真的被江柔他们虐待，为什么刚才还喊妈妈？可是刚才朵朵对江柔的关心不像是假的。晨曦，江秘书平常也吃这种糖吗？江秘书说要保持身材，不可能吃这种高热量的糖。还好病人送来的及时，现在失血过多，暂时昏迷。记住，这几天千万不要有剧烈运动，也不要情绪激动。平时你的做男朋友的男朋友，他是我下属。好好，这位老板，病人需要静养，这几天先留院观察吧。生谷哥，你现在相信？眼看离继承人就差一步，偏偏被宋君山那个老不死的给毁了。万一何庭修真查出来点什么，看吧，宋晨曦，这就是你爱了7年的男人，在他眼里没有感情，只有利益。何总，老爷子刚在医院宣布，必须彻查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他绝不允许一个有案底的人继承何氏集团。他还说不管是谁犯错，他都会送他去自首，绝不姑息。混账！
老二，既然你这么爱我，不如替我把宋晨曦的死扛下来。是他！妈妈，这是妈妈最喜欢的汤，难道妈妈要死了吗？江秘书平常也吃这种汤吗？江秘书说要保持身材，不可能吃这种高热量的汤。难怪你想扳倒何生故，难怪你会让我帮忙照顾宋君山和何朵朵。晨曦，真的是你吗？我看何朵朵那个小畜生挺喜欢你的，到时候我跟他共同结识连结识。生故哥，你爱过我，对吧？再说，你还得感谢我当时留了你。你不是想做何太太吗？只要你帮我挺过这段父母，我一定去。你考虑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你弟弟江涛还在监狱，要是发生点什么意外，刑期延长，你们江家可就绝后了。江柔，你现在看清楚了吧？让你心甘情愿当小三的人，本性就是个人渣。妈，我该怎么办？妈妈，妈妈，我以为你又不要我了。多多，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啊？但是，妈妈现在不是妈妈，妈妈怕说出来，大家会害怕。我不怕妈妈，虽然你现在不一样了，但朵朵知道你就是妈妈。为什么外公他们认不出来你了？外公今天还吼我，可你就是妈妈。妈妈不哭，今天朵朵勇敢说了那些话。多多，你不要怪外公，万一妈妈以后不在你身边了。不能说不好听的话。吃桃。多多，谁送你过来的？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桃？是你的。何天修。晨曦，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妈妈，是这位叔叔送我来找你的，他不是坏人。我不是你妈妈。晨曦，对不起。你还记不记得这个？清华大学轮椅糖。第一次见投资人，说点什么好呢？你是低血糖了吗？吃点这个吧。原来那个人是你。晨曦，对不起，我之前以为你是江柔，所以才给了你假资料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让我当你的复仇工具。可是，先别急着拒绝我，我想带你看个东西。晨曦，当年我被何生故故意设计撞坏了腿，所有人都觉得我是残废，只有你把我当成正常人来看待。我本想着等我腿好了以后去当面找你感谢的，可是你却跟何生故结了婚，为了避嫌，也为了你的幸福，我选择退出竞争管理权，去国外治腿。可是没想到，我这一放弃，
反而去害了你。晨曦，你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可是，我现在是这样，那些都不重要，我只知道，就是你。何总，我看老爷子的意思是，何氏集团的继承人一定不能有污点，否则随时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，会毁掉何氏。爷真这么说？宋君山也是，老爷子说你小叔常年在国外，无心正经的心，所以只要最后能查出你没有杀人，何氏集团继承人的位置还是你的。但是他就让你小叔去查，我怕。你怕什么？之前我没有跟你争，不是因为我忘记你故意推我。宋晨曦的死我一定会彻查到底，因为何氏的继承人必然是我。何总，夫人的死真的同你有关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当初怎么没撞死你？小树，看这祭祀仪式快开始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深谷哥，我想好了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最后几天能不能让我做一次何太太？女人都是一些爱到卑微的蠢货。小李，去监狱调查一下，看看最近这几天都有谁去看我们江涛，然后找狗仔写一些花边新闻，务必把何庭修的名声给我搞臭。深谷哥，等我出狱那一天，你还会要我吗？明天发布视频，你就说是你爱而不得才弄死宋晨曦，而宋晨曦他妈妈的死，也是你弟弟江涛一人所为，与我无关。我会给你请最好的律师替你打官司，然后再和何朵朵共同出面签署谅解书，不出1年。老婆，为了咱们共同的事业，别再犹豫了。跟宋晨曦一样，随便一句话都感动得要死要活。蠢货！立刻备车去找江涛。什么？找江涛，立刻拦住他，我马上到。加速，超过他！何深谷，我等这一刻已经等很久了。
他们把我们的路拦住了，贸然开过去恐怕……江苏，让他也试试被撞的滋味。何总，他们没有减速，反而冲过来了，不会是有杀人灭口吧？该死！小树，这么晚飙车，也不怕被人举报，让爷爷取消你继承人资格？爸爸让我调查宋晨曦一事，你这么着急阻拦，莫不是心虚了？我心虚什么？江涛再怎么说也是我的员工，未免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？谁告诉你说我去找江涛的？你说江涛是你的人，难道你不知道监狱1个月只能探监1次吗？而且这个月已经没有机会。你怎么知道这个月没有机会？江涛的视频是不是你搞的鬼？随你怎么想吧。啊，对了，你这个继承人，我也想当着玩玩，看看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你躲什么躲？他又不会撞死你。何廷秀，只怕你等不到查明真相的那一天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柔，是和氏集团和生顾的私人秘书。针对网上传的宋君山和宋晨曦一事，我想跟大家道个歉，是我主动勾引的何总。我会让你弟弟在监狱陪你一辈子的。这么说，宋晨曦的死真的不是意外。这何总也太可怜了，被秦叔叔算计，又被秘书害死了老婆。来，宋伯父。是我记恨宋晨曦抢走何太太的位置，想要造成意外坠崖的假象，让她永远的离开生顾。这一点，生顾完全不知情。当年宋晨曦父母车祸一案，也是我弟弟江涛一手造成的。我深刻的意识到了我的错误，也非常感谢何总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明天何氏继承人的宣告会上，我会亲自出面尽力以赴。何生顾怎么会不知道？不好啊，何先生，现在网上都在疯传，说你爱上了你亲侄子的老婆，故意陷害何总。现在老爷子大怒，你再不去，继承人的位置就真的是何总的了。慌什么？辛苦你了，来，坐下来喝茶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妈妈，不是你妈妈，何生顾，你以为你像以前一样找个人替罪就能逍遥法外？我不会放过你。宋伯父，其实江柔就是……闭嘴！你给我的外孙女洗脑，现在又来骗我，不可能！你们以为把我和朵朵远近起来，就能不让我报仇了？你们这群杀人犯，哪怕是要了我的命，我也不能让你们死不瞑目。何平修怎么还不到啊？在网上铺天盖地的谣言，你总得出来说道，给个说法。喜欢晨曦，这怎么可能？爷爷，我是不会怪小叔的，只是现在记者们都到了，这继承人是谁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咱得赶快给晨曦和岳父一个交代。那咱们走吧。今天本来是个隆重的日子，没想到我却得占用大家的时间。晨曦的事，我确实是不知情，也表示很痛心。我实在是没有想到，
在我身边那么多年的秘书，竟然会对我有那种想法，以至于害死了陈曦。昨天，我已经让江柔发表了道歉声明，今天他就要当着大家的面签署认罪书，还陈曦和我岳父一个交代。他害死了宋晨曦，难怪宋军和朵朵那么火。是啊，宋晨曦被误会那么多年，最可怜的是何总好，什么都没干，背了这么多的黑锅。要我看，何总温柔体贴善良，他才是真正的何氏继承人。是啊，何天修怎么样？不会是害怕丢脸吧？喜欢上自己晚辈的老婆，为了产品的知名度，竟然还诬陷何总是杀人犯。还好老爷子没势力。这是个有实力的女孩子，怎么也想得走进去，误入了歧途啊！在等什么？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，快签！叶丁修怎么还不到？慢着！混蛋，都是混蛋！既然法律管不了你，那我就用我的命让大家看清楚，何生故他就是人渣！朵朵，外公要去个地方，去给妈妈报仇。挺修，你来的正好。等江柔签完了认罪书，你就向生姑道歉。咱们何家不能做缺德的事。该道歉的是他，这认罪书也应该他来签。小叔，爷爷是说过继承人不能有污点，可你也不能为了个继承人的位置，你这么恶意的重伤我呀！何天修，你给我下来！爸，7年前，何生故酒驾撞死宋晨曦母亲，为了发展慈善项目，争取何氏管理权，于是他让江涛来顶罪。为了发展自己的好名声，现在他害怕宋君山醒了以后就暴露自己的丑闻，于是就害了宋晨曦，用何朵朵威胁宋君山，再让江柔替他顶罪，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何氏的继承人。小叔，你为何这么诬陷我呀？谁说我诬陷？江涛，他不是在监狱吗？江涛，他姐姐不是说了是他撞死的吗？怎么现在成了何天修的证人了？王明杰上次指证何总造假被揭穿，这次怎么还敢来？我怎么不敢来？上次是何生故用福利院孩子的性命来逼我，我不得不屈服。这次来了十足的把握。何生故，你看这个公章是真是假呀？真是何氏集团4个大字，这是何氏特制的印章。何生故，这怎么回事？爷爷，这资料肯定是小叔他造假，用来诬陷我的。你忘了上次他也是这样陷害我的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江涛，你来说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是不会背叛何总的。我的家人还要靠他吃饭，省点力气吧。可是你所谓的家人，马上要替他顶罪，陪你坐牢了，你还要助纣为虐吗？江涛，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。
何听修说的没错，宋晨曦母亲离世的原因就是何生固造成的。他给了我几百万，让我替他保守秘密，替他入狱。我本以为这样他会照顾好我姐姐，没想到他害死宋晨曦，想让我姐姐替他顶罪。何生固啊，何生固，你就是这么对我姐姐好的吗？什么？这么歹毒，还让他做了7年的慈善。要知道，这7年大家可是捐了上亿呀！难怪宋君山发疯杀人，这不是踩着他们一家人的血肉上位吗？何生固，他们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？江涛，开车撞死人，我替你上下打点，打点一切。你现在竟然帮着何听修助纣为虐的诬陷我！再说，杀人偿命，何时撞死人了？江柔，你来说！江涛，你看看，你姐都被你的无耻给气疯了。何生固，你草菅人命，假公济私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快上头条啊！上一晚说话要死人，白讲了。我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多吗？这个是何生固逼迫我和江涛签下的替罪协议，这个是何生固逼我买的巨额保险，白纸黑字，还有他的手指印，这还能有假？这是何生固逼江柔认罪时的录像，如假包换。明天发布视频，你就说是你爱而不得才弄死宋晨曦，而宋晨曦他妈妈的死，也是你弟弟江涛一人所为，与我无关。我会给你请最好的律师替你打官司，然后再和何朵的共同出面签署谅解书，不出1年，你一定会出来。老婆，为了咱们共同的事业，我召集了福利院的100名孤儿和3位老师，这是他们联合签署的指控何生固慈善造假的证据，请苍天见重见呐！怎么是这样？还有这个视频，是你从一开始就联手和廷修来算计我。不，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算计你。何生固，是你把我推下悬崖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宋晨曦，你是鬼！你是鬼！爷爷救我爷！我何玉书用心力气经营了这何氏一辈子，从不害人，为你和你的父母能够锦衣玉食。可是你就这样回报我吗？从今天开始，剥夺何生固的继承权，开除族谱，与我何氏再无瓜葛。丁修，押他去自首，没收他的所有财产，为宋晨曦一家赎罪。来人！动手赚我的钱，爷爷不能！老东西，要不是我，何时哪来这么多项目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宋晨曦，你这个扫把星！我杀了你！人杀了你！可以没钱，但不能没有底线。
晨曦，我终于为你报仇了。何先生，不好了！苏俊山去了咱们的一个工地，他说如果不还宋晨曦母女一个清白，他就要自焚。什么？晨曦，你爸他……晨曦，爸爸今天给你报仇！咱们只有你们几个，何生部呢？他不来，我就死给你们看！别说哥，何生部已经被他们抓住了。闭嘴！你个贱人，一次一次的利用晨曦吃他的人血馒头。今天老天不收你们，我收！宋伯父，你先别激动，和生姑已经伏法，晨曦和伯母大仇已报。你看，这就是和生姑被带走的视频。你先过来，我带你看看。哼，这是你的阴谋，又想把我抓回去囚禁。我不管，我就要见和生姑，我让他亲口还我女儿那个清白，否则我就死给你们看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带和生姑啊！想让我认错，把他救了，你们做梦！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你草菅人命、贪污腐败的罪名已经板上钉钉，你还有什么可嘴硬的？宋伯父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已经把他带过来了。你先放下打火机，你要是出了意外，朵朵该怎么办啊？对呀，宋老爷子，今天江柔和江涛已经出面证实了和生顾逼人替罪的罪行，他马上就要付出代价了。你女儿已经死了，咱们活着的人更要好好的活着，才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啊！不行，我要让和生顾当着我和媒体的面承认他杀害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。好，可以。不过，我想要一个帅气的采访，没问题吧？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是我开车撞死了宋晨曦他妈。啊，不对，当时他还没有死。是我开车又碾了一次，活生生的把他给碾死了。你们这些底层人的命，在我眼里又算什么呢？啊，不过是有钱人的玩物罢了。而且，是我亲手把宋晨曦推下悬崖。现在，我还要让宋晨曦的亲人全部因他而死，去死吧！啊！去死吧！啊！你混蛋！你们坏了我的好事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我杀了你们！真是无可救药。快救我！你喊我什么？这水的味道怎么不一样？倒像是医院的营养液。这吃糖的习惯……晨曦，你竟然是晨曦！老天啊！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竟然害了我的孩子！你自己想打败老白，就更应该好好活着，让和尚哭一个畜生得到报应。杀了你们！晨曦。
外公，医生说妈妈失血过多，受到刺激，1周就会醒。现在已经8天了，为什么还没醒？女儿啊，是爸爸不好，爸爸没有早点认出来你，让你几次受伤。你起来，你起来，打爸爸好不好？外公，外公，妈妈醒啦！孩子，妈妈。